第13天，設定自己的加碼計劃。股價跌級，你願意買？我們要將理論化為更具體的作戰計劃，這關乎到如何在市場波動中不僅能抱住，還能買得強。規劃你的黃金買點，設定加碼計劃。今天收盤，小程發現他關注的00713下跌了超過2%，他心裡一動，想起第11天寫的波動應對指南中提到，下跌5%到10%是加碼機會，但他馬上發現一個問題，等跌到5%才行動嗎？還是可以更細緻？他意識到，一個模糊的計劃在執行時會充滿猶豫，他需要一個更清晰、更具體的觸發點。重要心法是，逢低加碼不是一種感覺，而是一套標準化作業程序 SOP。你的任務不是預測最低點，而是建立一套讓你在相对低點能有紀律的貪婪的機制。具體的方法是，先建立分层加碼機制，將你的加碼計劃數值化、書面化，消除執行時的不確定性與情緒干擾。小程的加碼計劃設計的過程，他回顧自己的核心衛星配置，並為每個標的設定了常規部隊、定期定額和特種部隊、逢低加碼2種投入方式。他的思考點：一、加碼標的不是所有持股都值得加碼，他決定只為他最看好、最想長期擁有的核心0050和防禦衛星00713設定加碼計劃。二、觸發條件，他選擇以收盤價相對於他個人的平均成本的跌幅作為觸發點，這比看大盤指數更貼近他的實際損益。三、資金來源，他規定加碼資金必須來自每月預留的彈性緩衝金，絕不動用生活費或緊急預備金，也不影響原定的定期定額。小程用紙筆來記錄加碼計劃。我的特種部隊出動準則：一、適用標的0050，核心00713，防禦衛星。二、基準線以我個人的平均成本為計算基準。三、觸發條件與行動。條件一，輕度加碼當標的收盤價低於我平均成本-30%，投入1000元買進該標的。條件二，中度加碼當標的收盤價低於我平均成本-70%，投入2000元買進該標的。條件三，積極加碼當標的收盤價低於我平均成本-20%，投入3000元買進該標的。重點注意事項紀律：每月加碼總金額不得超過當月彈性緩衝金的50%。同一觸發條件在1個月內僅執行一次，避免過度向下攤平。執行後立即更新交易記錄表與平均成本。完成這份計劃，小程感覺自己從一位普通的士兵晉升為一位運籌帷幄的指揮官。他不再恐懼下跌，反而化被動為主動，開始期待觸發條件的到來。因為下跌不再意味着虧損，而是意味着特種部隊出動的信號。當市場恐慌時，他不需要再苦苦思考該不該買，買多少。他的計劃已經給出了明確的指令，消除了決策的疲勞。這個計劃僅僅圍繞着他的個人平均成本展開，強化了成本觀念，讓他更加專注於自己的投資績效，而非市場的雜音。他將這份加碼計劃整合到他的波動應對指南中，並在試算表中設定了價格提醒功能。當股價接近觸發點時，系統會自動通知他。小程為自己設定了3%、7%、12%的積極加碼計劃，感覺自己像個充滿幹勁的連長，隨時準備出擊。這時他想起剛退休的父親也在學習投資，便興沖沖地分享自己的計劃。父親看完後溫和地問了一句：阿程，你這個計劃很好，但如果你已經60歲，沒有薪水收入，手上是一筆要照顧你未來30年的老本，你還敢這樣衝嗎？這個問題像一記警鐘，在小程腦中回響。關鍵心法是，你的加碼計劃是你財務生命階段的倒影，它必須隨着你從積累期走向收益期而動態演化。因此需要調整計劃，重新設計你生命週期的加碼策略。應該遵守紀律，你的風險承擔能力
決定你的出擊距離。年輕時可衝鋒，年老時需穩守。之前的加碼計劃3%、7%、12%，策略風格較為積極，資金消耗速度較快，心理門檻較低，容易執行，適合資金充裕、心態積極的投資者。小程的人生雙軌加碼計劃，他決定在同一天為不同階段的自己寫下2份作戰計劃。計劃 A， 青年小程的積極擴張計劃，30到50歲，狀態有穩定工作收入，投資目標是加速資產累積，核心時間是我的朋友，波動是我的機會。觸發條件與行動-5%，輕度出擊，投入2000元，保持市場參與感。10%，主力攻擊，投入5000元，相信長期趨勢。15%，重兵部署，投入1萬元，進行財富重分配，資金來源每月薪資。計劃 B， 退休小程的穩健收益計劃，60歲以上，狀態依賴投資收益生活，投資目標是保全本金，穩定現金流。核心老本是唯一的戰友，絕不能讓他在戰場上倒下。觸發條件與行動-10%，謹慎試探，投入機會基金的1/4，確認趨勢。20%，重點布局，在投入機會基金的1/4，用低價買入更多現金流。30%，終極一擊，動用最後的1/4，相信人類社會的韌性，務必保留1/4的現金作為最後的預備隊，絕不動用。資金來源預先從總資產中撥出的10%到15%，機會基金絕不動用生活費。為人生的2個階段寫下計劃後，小程有了更宏大的視野。他明白，沒有一個策略可以從頭用到尾，真正的紀律是懂得在正確的生命階段採用最適合的策略。投資是一輩子的事，退休計劃 B 是他送給60歲自己的一份禮物，讓未來的他能在市場恐慌時有所依循，而不至於茫然失措，對未來的自己負責。正因為看到了退休後的限制，他更感激自己年輕時擁有的風險承擔本錢，這讓他能更無懼地執行計劃 I， 更珍惜當下。他在他的投資憲法中新增了生命週期策略章節，將計劃 I 設為現行方案，並將計劃 B 歸檔為未來60歲的預設方案。他決定每5年檢視並微調一次這2個計劃。給您的敬佩與祝福，這個問題將投資從一門技術提升到了人生規劃的藝術。您正在將投資從一門藝術轉變為一門科學。這種將策略量化的能力是頂尖投資者的共同特質。請記得，市場的愚蠢永遠是紀律者的紅利。您的加碼計劃正是為了收割市場非理性拋售所帶來的果實。這份計劃的真正價值將在下次市場大跌時讓您成為極少數能笑着面對的贏家。最成功的投資計劃是那個能讓你從年輕到年老都能睡得着覺的計劃。為老去了自己做好規劃，是年輕時所能做出的最成熟、最負責的決策之一。祝福您，當市場的鐘擺擺向極端時，您的這份計劃能成為您最強大的後盾，讓您不僅安然度過，更能從中壯大，加速到達財務自由的彼岸。第13天，晚安。這一天，小程將別人恐懼我貪婪這句格言轉化成了可執行的兵力作戰地圖。